大家好，比特币这一次低于8万美元，新资金一起再买的。这几天很多朋友是在问，短期有利润，但是又怕价格跌下去。那等下来聊一聊比特币这个位置能不能确定就是底部。反正我所有的仓位，包括2年之前的利润，目前还是继续在耗抖，以及昨天晚上美国的 CPI 已经慢慢在回落，所以不必着急哦。降息或者是钞票海水泛滥，肯定会让我们看到这一天的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下方非常传奇的这个哈希瑞本指标，现在已经闪现出非常神秘的信号，就是这个指标转为红色。那这一次计划了几个星期，如果比特币我们要小心，它万一再跌破9万，有可能低于8万，我会把新的资金再一次进场去买入比特币。那短期8万以下买的有一点短期的利润，很多朋友也是在问，能不能确定这个位置就是底部？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的经验，这一波牛市哈希瑞本指标只要有红色的信号，当时在 15K 的底部闪现出红色的信号，底部就是底部，后面再出现这一个蓝色的信号，后面是大涨，以及这个位置当时也是出现红色的信号，虽然价格还在高点，不过它也是在低位的区间，后面也会再出现这一个蓝色的信号，最终价格是大涨。包括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是跟朋友们讲过很多次，比特币在历史上的经验，就是产量减半，如果我们划分为一个区间，前面可能会出现2次到3次蓝色 buy 的信号，产量减半之后，历史上也会出现，至少也会出现2次的蓝色 buy 的信号。这个位置是减半哦，目前只出现了1次蓝色 buy 的信号。那现在红色的信号已经来了，我是相信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低点，它如果不是低点，估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低点的区间，因为距离前面的这一个支撑区，它是距离是很近啊。所以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位置会不会确定就是底部？那我想这样子回答啊，交易没有100%的事情，不然的话止损用来干嘛？或者是担心还会跌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就是你的仓位没有控制好，或者是有利润的朋友，我的观点是一样，你要减少一部分也可以，但是比特币我是不怕跌的，因为10几年的交易经验，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，资产回撤60%-70%也经历过，所以这点波动没感觉哦。我的观点是有可能后面比特币就像历史的经验，2020年5月份这个位置产量减半，它之前会2个、3个的 buy 的信号，减半之后也会有2个、3个 buy 的信号。那我的观点是，现在已经是出现了神秘的信号，有可能前面的这个支撑区距离是很近啊。这个位置包括昨天晚上的那个美国的 CPI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也就是昨天晚上公布 CPI 的数值，预测值是 2.9， 现在是 2.8。那短期它这边已经有一个拐弯向下的迹象。美国那边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，一个是失业率是在 4.1， 然后物价 CPI 也是一直在计划要把它给打下去，所以美国政府现在也是左右为难哦。失业率那么高的情况下， CPI 降下来是一个好事，如果能降到2的下方，那我的观点有可能对现在整个全球经济的环境，包括美国的那边经济的环境，就是因为利率太高了，企业怎么生存哦？它现在失业率是在 4.1， 所以后面我的观点是，只要 CPI 慢慢下降，美联储未来降息，钞票海水泛滥，总有一天我的观点是会到来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个人是一直认为比特币牛市是还没有结束，还没有见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方的这一个 MFI， 也就是资金流量指数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只要资金流或者是2015年当时比特币下跌的底部，
历史上只要资金流量指数在低点的时候，市场有可能没有什么资金流，但是往往有可能就是比特币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在2019年的这个月线的底部，也是这个资金流量指数来到20左右，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。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到2023年 15K 的底部，资金流量指数也是同样来到接近20下方的这个区间，它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几轮牛市的上涨周期，2015年资金流量指数涨到接近80的时候，也是有高过这个80，或者是有几次。目前的位置是不是非常像这个白色的区间？资金流量指数最近很多人是怕市场上没有流动性，没有资金去推升比特币，有可能就像当时的这个位置有一个转折，以及比特币在2019年当时上涨来到这个区间盘整的时候，当时的价格也是在这个区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资金流量指数也是有一个转折，但是后面资金流量指数海水继续泛滥的时候，突破了这个80，可以看一下这种上涨啊，连续大涨5-6根的时候，可能才要注意风险，有可能才是顶部。有没有可能也是同样，就像2017年当时这个位置，资金流量指数大幅拐弯，或者是海水泛滥的时候，突破了80的时候，这种是怎么上涨的？所以有可能目前的位置就像这个位置，或者是当时的这个位置，就像目前的这个位置，资金流量指数白色的区间，它也是在掉头。相信后面 CPI 只要慢慢下降，或者是最近乌克兰跟俄罗斯是不是要停火，然后有一些东西物价是不是要往下掉，包括最近的石油是不是要往下掉。我的观点是，只要通胀控制住，美联储后面会不会开始继续降息，或者是海水泛滥，资金流量指数比特币这样子喷上去，等未来的顶部达到顶峰的时候，我们到时候再一起套顶啊。所以我们再来跟踪一下，也就是最近比特币 ETF 最近机构的动向啊，连续5、6、7、8天机构都是没有怎么买入。不过我们看一下，也就是3月12号，现在机构也开始在买了，买了接近800多枚的比特币。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链上金鱼数据就不聊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前几天包括推特上面有发的比特币再跌破这一个 78K， 它低点更低。我发现好像还有很多新手不知道背离要怎么看啊。如果是底背离的位置，你就判断它价格低点更低。然后任何一个指标你有看到，比如说它的低点，就比如这个白色的线，白色的线它如果低点比之前的这个低点更高，这种就是底背离哦。或者是你要看 MACD 也可以啊，MACD 的这一个低点它是比这个低点高，所以这种就是底背离。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会不会是底部，之前在 49K 的这个低点，它同样也是有一个底背离的结构。或者是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位置 MACD 指标是没有背离哦，不过只要有一个指标有背离也算是背离哦。所以很多朋友问我现在的这个位置，它有更好的现象，就是两个指标都在背离。那我的观点是，也不排除啊，这个位置涨上去，或者是担心的一些朋友，你要去观察一下，它有没有可能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震荡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